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前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分享了加密货币如何让单车变摩托的操作，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将会来为大家分享如何用你的自拍照在加密货币发家致富的方式。没有错，这是个真实案例，在这个新世界就是那么疯狂。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此外，你也可以点赞追踪我们势在必得的面子书，获得更多加密货币的新知识。连结可以在留言区内获得。那为什么会做这一支影片呢？故事很简单，如果小编说最近有个普通大学生，单靠售卖自己每天的自拍照，3天内价格就暴涨了300倍，销售额达到99万美金，你会不会觉得是在胡说八道呢？但是这件事却是真实发生在一位印尼22岁大学生果扎利的身上。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就是他利用了现今非常火爆的区块链技术，也就是最近一直听到的 NFT。那到底什么是 NFT 呢？ NFT 就是 Non-Fungible Token 的缩写，中文叫做非同质化代币，也叫做不可替代代币。而它的特点就是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独一无二。是不是还是很不明白到底 NFT 和普通加密货币有什么不同？那这里小编就来为大家科普一下。那在区块链上，数位加密货币就被分为原生币 coin 和代币 token 两大类，而原生币就是大家熟悉的比特币、以太币等等，而这一些货币就会在自己的主链使用链上的交易来维护账本，而后者代币 token 则是将会依附在现有的区块链上，使用智能合约来进行账本的记录，就比如说依附在以太坊上发布的 token 一样。那代币之中又可分为同质化和非同质化两种。那我们先来说同质化代币 fungible token， 也就是互相可替代、可接近无限拆分的 token。就比如说你手里的一个比特币与我手里的一个比特币一样，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还可以把它分成更小的单位来进行交易，比如说 0.1 个比特币，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纠结第一个持有比特币的人是谁，这就是同质化代币的性质。而非同质化代币 Non-Fungible Token 则是独特唯一、不可拆分的 token， 比如说人们不会把名人画像撕成几份去交易，而这就是 NFT 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带有偏好的货币，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2张偏码一样的货币，也不会有2个完全一样的 NFT。 因此相较于 NFT 的关键创新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标志性原生数位资产所有权的方式，而且 NFT 的所有权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但是 NFT 的所有权并不会阻止其他人去阅读它，因为 NFT 并不会把资讯藏起来，而是只会捕捉资讯，然后把这个资讯记录在链上，让大家发现它所有其他资讯的关系和价值。同时，由于 NFT 的非同质化和不可拆分的特性，也使得它可以和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商品绑定，也就是发行在区块链上的数位资产。这个资产可以是游戏道具、数位艺术品、门票等等，并且具有独特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那大致上了解了 NFT 之后，我们也来了解 NFT 的起源。那 NFT 第一次受瞩目是由2017年以太坊中一个叫 CryptoPunks 的像素头像项目。那这一个头像并不是开发者一个一个去描画出来的，而是通过编码 programming 自动生成为24×24像素的头像。这些像素头像总量上限为1万个，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不同的装饰、肤色和发型。那在当时拥有以太坊钱包的人都可以免费领取，领取完后可以放到二级市场交易。拿到了如今，根据 NFT 交易平台 Overseas 的数据显示， CryptoPunks 的交易量到今天依然霸占了霸榜的第1名，也就是大约78万个以太币，相等于大约25亿美金。此外，作为 NFT 的元老级项目， CryptoPunks 某个单位的售价竟然超过12万个以太币，也就是目前价值高达3.9亿美元。那除了 CryptoPunks 之外，加密猫 CryptoKitties 也成为第一个破圈的 NFT 游戏，它在2017年中尾上线，而刚刚上线不久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那就是用户可以购买、出售和收集虚拟猫咪，每只猫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无法复制、无法删除，也无法被盗用。而加密猫用的就是 NFT 技术，每只猫咪都会被标记特殊的编码。当你拥有一只加密猫，就代表着你拥有它的数字所有权。更有趣的是，玩家可以用自己的猫和其他猫进行交配，就会繁殖出一只全新的猫。而当你的猫越稀有，就能够在以太坊上卖出更高的价格。但是因为玩法单一，
意，所以这类游戏也随着时间被人们逐渐遗忘。但是这款 NFT 游戏曾经受欢迎的程度一度让以太坊网络变得拥堵不堪。那讲述了 NFT 的起源，当然就来说说他们爆红的原因了。那其实 NFT 在去年2021年爆红的原因却只是因为一张图片，那就是2021年2月25日 Christie's New York 上拍了一件名为 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 的艺术品。这是一幅巨大的拼贴作品，而数码艺术家 Beeple 通过5000多天的作品汇聚而成。不过它的特殊之处并不在内容，而是在形式，那就是与大众认知的实物艺术品不同，5000天属于纯数字化的 NFT 作品，而它的起拍价是$100，但是经过了15天的竞拍，最终成交价达到了$6934.6万，而这一个惊人的价格也就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也有许多人感觉到了商机的来临。而开头就说到的大学生果扎利，想必也就是引用了这个作品的启发，而制作了名为果扎利 Everyday 系列的自拍照 NFT 作品。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到底 NFT 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而购买 NFT 到底又有什么好处呢？那 NFT 的功能就在于赋予所有虚拟或者物理物品上的数字证书，而你拥有的就是那项物品的所有权。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阻止其他人复制和传播这一些作品。就比如说，许多高价格的 NFT 也能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就好像你花高价买了一个很美的包包带在身上，路人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观赏你手上的包包。而在现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也可以快速的 copy and paste 任何东西，而且一旦艺术品被复制，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很难在大量复制品的情况下认出谁才是真正的作者或版权所有者。但是有了 NFT 的出现，艺术家就能证明自己拥有这一个艺术品的所有权，而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只要把作品铸造成 NFT 并发布在区块链上，那所有人就能确认这一个作品的所有者是谁，因为区块链是公开透明的。而这项技术也就让艺术家可以在网上自由的买卖艺术品，并且从中获取收益。那这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个疑问，那就是既然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免费观赏这些艺术品，那么是不是不会有人要花钱购买 NFT 了呢？那答案其实是错的，因为目前来看依然会有很多人会购买，比如说艺术收藏家和名人的粉丝等等。就好像数位货币交易公司 Bridge Oracle 的 CEO Sina Estavi 出价$250万买下推特执行长 Jack Dorsey 在2006年发布的首条5个英文字的推文，或者说周杰伦旗下品牌在今年制作的1万只 Fanta Bear 幻影熊，而直至2022年1月17日2个星期内就已经成功售出了5300只，交易量达到25.9万个以太币，也就是大约8300多万美金。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新年福利，那就是对港股和美股有兴趣的朋友们，这里小编有个好康要介绍给大家，那就是如今只要通过小编的连接向 Longbridge 长桥开设美股户口，并入金$2000无息交易，就能得到一个 Apple 苹果的股票哦。此活动将在1月结束，所以动作要快，连接小编将会放在留言区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了解。那回到正题，那解释了 NFT 的起源、爆红原因和价值之后，下半部的影片我们将会解释到 NFT 的风险和如何寻找优质的项目，并了解 NFT 的蓝筹哦。想要知道的话，马上点击留言区势在必得的连接去观看哦。还有记得点赞关注我们的新频道。那这里小编也问问大家，如果扭转乾坤开始售卖 NFT 的话，观众们会购买吗？会的可以在留言区打上1哦。谢谢大家的收看。